男人提前5分钟回家，竟发现妻子和丞相的儿子抱在一起，对方非但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责怪是小伙自己没用。妻子本以为一向窝囊的赘婿会坦然接受这一切，然而刚穿越过来的男人并不吃这一套，只是淡定地从怀里拿出婚书，然后当着妻子的面将婚书撕碎进行和离，接着头也不回地转身潇洒离开。也别想进我苏府大门！然而让女人打死也想不到的是，刚跟他和离的小伙，其真实身份乃是弄茶阁的幕后东家。原来就在1个月前，小伙从现代穿越到一个败光祖业的纨绔身上，父亲为了不让自己被赶出家族，只能让他入赘苏府。只不过谁也看不上穷酸的萧宁，同样也包括他的妻子苏雪颜。你还不觉得丢人吗？都怪你给我找这么一个粗鄙之人，让我成为整个上都的笑柄。全是个势利。老太太要他识相就主动退婚，还给他安排在又脏又臭的伙房。但为了父亲，萧宁也只好忍气吞声，立志要将自己败光的家产重新建立起来。于是靠着现代知识在古代开店卖奶茶，靠着现代科技与狠活，立马受到了古代人的追捧，甚至连宫里的皇后都赞不绝口。弄茶阁的大卖让萧宁迅速赚到了第一桶金，全新的营销模式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他感兴趣。江云，大晋朝的公主，却在京城中经营着一家酒楼，拿出了1箱银票就要收购弄茶阁，3期分成让萧宁对这毫无兴趣。直到听江云说他上面有人2品以上，我就答应你，保证2品以上，成交。弄茶阁开业才刚7天，就让萧宁赚到了5000两银子。可眼下让萧宁头疼的就是人手紧缺。无意间发现江云在街上施粥，才知道有大批灾民涌入京城，这让萧宁顿生一计，扬言只要户部能减免自己3年赋税，他就能给灾民提供工作。之后各大世家必会争相效仿。不知萧公子愿意承接多少灾民？那就由弄茶阁接收1半的灾民吧。这批灾民可有数千之众，弄茶阁一个店铺如何能收得下这么多人？原来萧宁早就买下了数座荒山，他要在这里种满茶树，眼下缺的就是人手。届时茶叶成熟，弄茶阁的成本起码下降70%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赞助了诗词大会，相信只要自己略施小计，就能让生意再翻10倍。却没想到自己那妻子竟也会来参加，还带着户部侍郎的儿子韦一豪。这不是萧家那个废物？没想到你还真敢来，萧宁，这确实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来人，把萧宁给我拖出去，免得这低贱之辈扰乱了诗会。还好这户部尚书及时出面解围，他们哪知道萧宁就是弄茶阁的东家，只以为他现在是弄茶阁的伙计，来协办诗词大会开题。只是这寻常世子的词汇储备，属实是难登大雅之堂，不是2只烤鸭往北走，就是吓得我往背里冲。反倒苏雪颜还有2分才气，拿下了全场唯一的甲等。可就在要准备颁奖时，萧宁却不乐意了，他让伙计端出弄茶阁的新品，让众人喝过之后说出感受，自己就能根据感受实不成诗。而这个小伙喝下这杯销魂香，就想起了这些年在外漂泊的辛酸。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好事！萧宁，你个废物赘婿，怎会有如此的文采？你一定是偷看了显颜的事。妻子的闺蜜心中不服，当即要她以这杯红尘梦为题，道出那苦涩之感回旋在心头。可当这杯红尘落肚，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2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萧公子，难不成你就是我心中所想之人？情意绵绵，相思悠悠，这种细糠岂是一般人能招架得住？看好闺蜜竟然反水，妻子再也按捺不住，借手中这杯清如徐发挥，让人心中平静无波澜。正如自己对萧宁的感觉一般，仿似在告知众人，这萧宁根本就配不上自己，却不想萧宁对此丝毫不屑。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杜甫的望月，多么浑厚开阔，简洁深刻呀！寥寥20字，尽显天地之宽阔。饶是文坛大家也不禁折腰，一个苏家赘婿竟会有这般凌云之志。而更让众人想不到的是，萧宁在诗会上随手展示的茶道，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再一次将弄茶阁推向顶峰。众人蜂拥订购茶叶，也正如萧宁自己预想，一次诗词大会就让弄茶阁的生意翻了10倍。就连当朝公主都对他青睐有加，把全国数百间皇室商铺都送给了小伙开分店，甚至为让客人在品茶时能感受到加倍快乐，萧宁还特意招募了一批茶姐，去到各地帮他带学生。抬头，挺着胸，目视前方，抛个媚眼。萧宁，弄茶阁的大卖是让越来越多人眼馋。晚上他刚出家门就被一伙人围住，强行给他掳到了丞相府。那你弄这个干嘛？丞相府谁不知道？这是行规。本以为是因为自己上次得罪了丞相的儿子，却没想到来的竟然是丞相府的小姨娘，拉起自己的手就要和自己谈生意。只不过弄茶阁已经有了一个大股东，任凭小姨娘再怎么娇艳欲滴，萧宁也不敢去得罪公主。哪想小姨娘话锋一转，又要和自己谈另一单生意。别的生意，可我除了弄茶阁，并无其他产业啊。公子你
就是我的新生意。萧宁被吓得是瑟瑟发抖，虽说自己也有2分姿色，但也还不至于出卖自己。只不过小姨娘看上的是他的经商之道，还愿意出10万两白银由萧宁支配。除了3年之后归还本金外，每年的营收还要再分小姨娘3成。原来是想当我的职业经理人啊！职业经理人，公子果然知道此法。您若真想打开萧公子的脑袋，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长的。只不过还没等萧宁答应，丞相就派人将他请了过去。而他可不像小姨娘那般开门见山就问萧宁要弄茶阁。弄茶阁，你卖还是不卖？这当朝丞相哪是萧宁敢得罪，看架势就是个手段狠辣之人。再加上一旁还有他儿子煽风点火，愣是把市值10万两的弄茶阁折了一半才肯罢休。迫于淫威之下，萧宁只得暂且应承下来。只不过这丞相可不会想到，萧宁的背后可是一块铁板。第2天就被请去了皇宫喝茶，而小姨娘也被公主叫去提醒几句。只是让江云措手不及的是，这小姨娘当真是缠上了萧宁。我想要的是萧公子的人。你可是丞相府的小姨娘，怎能说出如此羞人之语？像萧公子这样优秀的人，谁又不想留在身边呢？江云听的是咬牙切齿，然眼下却也无可奈何。而另一边，萧宁好不容易才躲过一劫，家里头又出了乱子，弄茶阁的大卖，让经营盐茶的苏家苦不堪言，整整7天才卖出去10斤茶叶。隔天丈夫娘便上门发难，萧宁弄茶阁给户部的茶叶掺抢，这是查抽令？不至于吧？户部的茶叶都还没提走呢。别狡辩了，萧宁，还敢欺负我们苏家，今天你完了！萧宁怎么也不会想到韦一豪的胆子会这般大，为了讨好自己的丈母娘，竟然敢伪造户部文书。只不过这傻小子的点是真背，还没出门就碰上了户部尚书，此刻怕是他亲爹的乌纱帽都要不可。丈母娘见状早已是慌了神。姑爷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不要伤了一家人的和气啊！萧宁自然不会与丈母娘为难，却不想她竟依旧死性不改。听到丞相府的公子也对自家闺女有意，立马就转头去报韩弘之的大肚，添油加醋说萧宁欺负苏雪颜，还说2人只有夫妻之名，并未发生任何关系，要韩弘之一定要帮苏家出气，只要能收回弄茶阁，就给苏雪颜当嫁给韩弘之的嫁妆。这刚当苏家赘婿没多久，居然开了一个如此规模的弄茶阁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银两？哎呀，这个萧宁，他定是偷盗了我苏府的钱。不得不说，这韩弘之真是好手段，3言2语就实锤了萧宁的罪名。如此一来，萧宁不仅要将所盗钱财尽数归还，连弄茶阁都要给苏家1半的份额。萧宁此刻是百口莫辩，只得眼睁睁看着韩弘之查封了弄茶阁。弄死你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而更炸裂的是，当天晚上韩弘之就和苏雪颜在后院搂搂抱抱，还被回来的萧宁撞个正着。看苏雪颜还在极力维护着韩弘之，萧宁对这段赘婿婚姻是彻底失望，一把撕碎了2人的婚书。只是苏雪颜哪会想到，这或是他此生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走投无路的萧宁只好去找江云借宿，无意间知道了韩家之所以势力庞大的主要原因，正是掌控了大晋朝的酒水。只是被奉为琼浆玉露的金江牢，竟会是这般难以入口，这也让萧宁想到了翻身之道。没多久，萧宁就用现代技术做出了2锅头，就连老爹品尝过后也赞不绝口啊！好酒。于是萧宁找到丞相家的小姨娘，并与她谈了一笔生意。萧宁想用丞相家的销售渠道卖自己的酒。小姨娘开始还有些不信，她能酿出什么好酒？直到萧宁打开手里的那瓶2锅头，小姨娘品尝过后顿时震惊不已。我执掌韩家酒楼数余年，就没有喝过如此醇香之酒。小姨娘觉得这款酒一定会火遍全城，当场就同意了与萧宁合作，还答应解封萧宁的弄茶阁。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弄茶阁的股份必全归丞相家所有。为了做成这笔生意，萧宁只好同意。隔天弄茶阁终于被解封，全城百姓总算能喝上心心念念的奶茶了。然而萧宁却把打理弄茶阁的事交给一直跟着自己的伙计，因为他现在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。为了迎娶未婚妻，韦一豪拿出自家望江楼的3成利润分给苏家，这让丈母娘高兴不已，因为望江楼可是全城最大的酒楼。此时萧宁却在望江楼里售卖自己新酿的酒，酒鬼们品尝过后再次被惊艳到。酒入肝喉，浓香口甜，酒入肺腑，荡气回肠，称其琼浆玉液，不为过。其他人也纷纷前来抢购。萧宁再次推出了一款热门产品。就在他兴奋之际，韦一豪带着未婚妻母女走了进来，看到萧宁竟在酒楼里当伙计，丈母娘恨不得踩他几脚，还把未婚妻要与韦一豪成亲的事告诉了他。萧宁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萧宁依旧不动声色，打算再让他们嘚瑟几天。与此同时，韦一豪的丞相父亲进宫，把2锅头献给皇帝。得知此酒是萧宁酿造后，皇帝的脸立马拉了下来，因为这意味着萧宁已经投靠丞相。身为股东的公主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也提剑上门找萧宁讨要说法。毒打！萧宁直呼冤枉，其实他早就已经想好计策，待丞相家酿造出大批2锅头，他就推出一款更好的酒，
在公主的御贤阁售卖。如此一来，丞相家有在后的家底也要被耗光。如今这款酒已经被研制出来，名叫玉液琼浆露。公主分别品尝2款酒后，也肯定玉液琼浆露会比二锅头更加畅销。然而，就在萧宁紧锣密鼓的筹划复仇大计时，丈母娘又开始搞事了。